陳小娟以為她身為一個母親，跟小孩王明陽之間是沒有秘密的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那天她和卓子文在一起的事，其實已被小孩王明陽發現了。那天晚上，從安親班下課回家的王明陽，背着沉重的書包，像烏龜爬步般緩緩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遠遠地，他便看到媽媽跟一個陌生男人勾肩搭背地從公寓大樓門口走了出來。他們有說有笑的樣子，讓王明陽睜大了眼睛看着，身體卻不由自主地想躲進大樓相接的騎樓陰暗處。他像是害怕被發現般，雙手撫着砰砰跳的心口。他看着陌生男人在計程車前親吻着媽媽，媽媽依依不捨地將男人送上了車，然後在計程車離開後，媽媽還有所留戀地看着車影，面露羞澀地笑着。王明陽覺得自己發現了媽媽的秘密，他的雙腳像是石化般，一步都挪不開。他不知該怎麼回家面對媽媽。陳小娟送卓子文回去後，她的腳步輕盈地像在跳舞，哼着歌收拾着有些凌亂的房間，而床上的皺褶讓她的心裡又泛起了春潮的漣漪。那是她和卓子文相愛的痕跡。她忍不住把換下的床單緊緊地抱在懷裡，一股心疼自己的情緒讓她紅了眼眶。這一次，她會把幸福牢牢地抓在手裡，她不會再做錯選擇，不會再讓自己陷入孤獨的境地。這時，她聽見王明陽回家的聲音，她面帶笑容地走出房門，慈愛地向王明陽喚道：“你回來了啊，晚飯我忘了做，我們叫外賣吧。”王明陽頭也不抬，一勁地往自己房門走去。隨便，我吃什麼都可以。你怎麼了？陳小娟發現小孩的不對勁，想要上前查看一下小孩的面容，但手才一碰觸小孩的頭髮，就被小孩躲開了。王明陽像是被媽媽逼急的樣子，落荒而逃地打開房門，就把自己關了起來，任憑媽媽在門外輕喚着：“你心情不好嗎？在學校發生什麼事了嗎？”王明陽把書包甩在床上後，倔強的眼神往房門看去。對於媽媽的問話與溫柔的敲門聲，他沒辦法做出回應。其實他心裡有想說的話，但他只能吞嚥着說不出口。一會兒，王明陽吐出一口氣，他平靜地對着房門說道：“我沒事，我想吃上次外賣訂的蛋炒飯。”好。房門外傳來媽媽輕快的聲音。王明陽有些懊惱地抓了抓頭髮，然後氣餒地坐在床上，從書包裡拿出爸爸給他的手機。他把所有的心慌意亂全部輸入訊息裡，把媽媽交了新男朋友的事實全告訴了爸爸。王明陽盯着手機螢幕的聊天室畫面，所有的訊息都呈現了已讀。你最近好嗎？陽光明媚的午後，陳小娟才剛結束一間小公司的面試。一開始，她看到手機上有未讀訊息，還以為是卓子文在敲她，開心的點開來看，才發現是顧曉久違不見的問候。短短的幾個字，卻包含着很多曾經有過的情誼。陳小娟停下了腳步，雙手捧着手機，沒有思考太久，便打字輸入：“還不錯啊，你呢？過得好嗎？”陳小娟看着訊息被秒讀後，顧曉立即回復道：“明陽也過得好嗎？
我好想念他，我可以看看明陽嗎？”陳小娟看着顧曉的訊息，片面的文字卻像陽光普照般的溫暖，她忍不住笑了起來。她知道顧曉一直都很疼愛王明陽，過去她也常拜託顧曉幫忙照顧小孩，在她的心裡，她也時常會想起顧曉這個朋友，他們曾經那麼要好，不知從何時開始，小孩已變成他們維繫關係的臍帶。明陽過得很好啊，你想念明陽就來找他嘛。你最近過得怎樣？找一天出來吃飯吧。陳小娟心裡總是有一種直覺，那就是不管發生什麼事，顧曉從來不會跟她計較，因此她坦然地說出心裡話。好啊，我再找時間跟你約。我今天下班可以去安親班接明陽下課嗎？顧曉的訊息看起來有些急切，好像太過思念似的，巴不得馬上能看到小孩一樣。可以，我剛好晚上有些事，你幫我帶明陽去吃晚餐好嗎？就跟往常一樣，陳小娟習慣性的開口拜託顧曉幫忙照顧小孩。他們的對話結束後，陳小娟忍不住開心地滑着手機螢幕，點開卓芷文的訊息聊天室。他們最後的對話還停在早上他詢問的問題：“我在想，週末要不要帶明陽去見你？我們可以一起去哪裡逛逛走走？我跟小孩提過你了。”陳小娟有些失望地看着訊息能被不讀不回，看來卓芷文的工作很忙碌，總是不會馬上回復她的訊息。她不禁想起前2天她鬧過脾氣，抱怨卓芷文對她不夠在乎，總是讓她等待訊息回復。而卓芷文當下安撫她說，她的工作是傳產業務員，常要在外面跑來跑去拉客戶，所以訊息回復得很慢，希望他不要對此斤斤計較，說他比較喜歡有包容力的女人，畢竟男人都比較看重工作。一想到這裡，陳小娟只能先忍下心中的不滿，依然發出訊息給卓芷文：“晚上要見面嗎？我朋友會幫我帶孩子，所以晚上我有時間可以去找你。而且我剛面試完，感覺這次找工作很順利，應該會被錄取。我想見你了。”打完最後的愛心符號，這一次他的訊息很快被已讀了，也快速的收到卓芷文的回復：“好啊，我們也可以聊一下週末要帶小孩去哪裡玩，我要不要買什麼禮物討好啊？不知他會不會接受我？”看到卓芷文的訊息回復，陳小娟覺得心裡像是開了花，她忍不住立刻回復：“明陽會喜歡你的，謝謝你願意接受明陽，你人真的好好。子文，我覺得我好愛你。”卓芷文的訊息也來得很快：“我今晚去你家找你好了，小孩何時會回家？我現在就想要你了。”訊息中的愛樂之詞讓陳小娟羞紅了臉，她趕緊向顧曉發出訊息，然後只想趕快回家，等待卓芷文的到來。